不过在好像台湾漫画经过了那个黄金时期嘛，那后来又经过了那个低迷的时候，然后在整个从低迷时期到重生的那个过渡期那边，其实他那时候的情况是大概维持了多久，然后是有产生了什么变化，就好像就是在那个情况，台湾漫画不断的下跌到它开始接近就是比较少人去注意的时候，到它开始在复苏的时候，那个情况是大概用了多久的时间？大概多久？老师，你觉得复苏期是什么时候？复苏你就看我整个那个年代的发展就知道了。其实我在当漫画家那个赖有贤助手的时候，那时候台湾漫画，我在民国86年进去的，那时候是多少？1990，我不知道1990还是反正就是我忘记那个时候是什么。我那时候其实还算不错，但是我每待1年，我在那边助手待了6年，我6年就是看漫画慢慢就是进入寒冬。然后一直我又出去上班6年，所以这个过程我记得应该差不多没算错，大概有12年左右。就是从下坡，然后到现在慢慢复苏，大概中间至少有12年。哇，这是蛮长的这个时间，很长一下啊。对，我的观察大概是这样，我觉得复苏期大概就是最近这一段时期。对，它其实拉得非常长。那如果一定要找一个节点的话，大概是10年左右，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哦，就是这个不过这个是新的啦，因为它还有一个旧版，就是有一个叫 CCC 创作集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产生出来非常非常奇妙的化学变化。它一开始是这样，我台湾有一个单位叫国家科学研究院，就是中央研究对，然后他们每年就给经费做很多的研究嘛。可是这些研究的学术文献产生出来，其实没什么人看，而且尤其那个文史类的，你那产生出来的论文，其实除了做研究的人之外，大家都不会去碰。那个时候就刚好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处理方式，就他们想要去找漫画家，把这一些把这些文献当作资料，然后去把它做出图像化的，类似像编剧啊，然后或者是你做一个漫画故事出来。那这个东西它就同时带动，而且甚至解决了一些问题。比方说，那这些漫画家从什么地方来呢？那个时候的策略，从结果来说，他们是去往同人志里头找人。那同人志里面有很多其实是新写的，就是比较年轻的那些漫画家，那他们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也好，名气也好，所以他们在这个计划的时候就慢慢的浮上台面。那浮出来之后呢，反而是把本来我们说已经冻结很长一段时间的那个整个漫画市场里面读者的兴趣也好，或者是发表的机会也好，撞了一下。那这个系列后来就一路往下做，其实做了蛮久的。那所谓台湾现在新一辈的比较年轻的漫画家，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摇出来，所以他的等于是他把同人志里头这些创作的能量把它接引过来。那另外一部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因为台湾刚讲整个脉络下来，早年我们一直在做的是代理，所以我们其实很缺乏能够去帮助漫画家创作的人，比方说责编啊，或者是无论他叫什么怎么样的工作都好，可是他能够跟漫画家一起去参与创作这个事情不多，对，不多，而且包含资料的整理或什么，其实全部要漫画家一个人来，又要画又要整理资料，然后你又要自己去编剧，然后你又要这样那样，所以他很多东西 cover 不来。所以刚刚的 CCC 它带来了一个改变是什么？虽然我们必须讲虽然学术论文是很难啃下去，很难吃下去的，但它至少是有经过处理的，而且它是有系统，它里头有很多的资料的，它是一个网络性、跟脉络性的东西给到你这个人。所以漫画家创作的时候，虽然读论文有点辛苦，可是他把那东西消化完，其实等同于有人帮他处理了一部分的工作。那这件事情在台湾以前是没有发生过的。对，那所以大家往这个方向去处理，然后其实，在创作上就有了一个东西的，一方面是要进以前没有跨过的坎跨过去了，另外一个是漫画圈开始有活络了，
开始有事情在发生，然后对自己本土就比较有更多的认同。对，因为这些资料全部都是做本地的文史研究的，这个很重要，这一点。对，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有点，整个是有点快要，就是有点要把日本以前给我们为我们的东西有点反转过来。虽然我们的技法、图像表演可能还是日系那一派，但是至少我们讲的故事的来源已经开始往台湾本土开始去讲。对。然后这件事情对市场是有效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分成几个层次来说，第一个叫新鲜，因为一方面是这个东西哇，这种题材可以拿画漫画哦，那大家会觉得有一点新鲜感。第二个熟悉亲切，因为他讲的是台湾的事情。第三个再加上刚说，本来这一些创作者他就有自己的基本的群众，这应该也是当初跟他们合作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对，所以三方面加在一起，虽然不是一砰和横空出世就成功了，但是他就慢慢开始去累积他的口碑，以及大家对于台湾漫画开始有，我们这样形容吧，开始有兴趣了，然后慢慢往有信心这件事情去前进。那一路到现在，信心开始算是有出来了。我觉得也是慢慢的有把一些知识的青年慢慢拉进来，因为毕竟这些都是从典藏，就是中央研究员那些去考古或者什么去典藏的东西，所以对一些大学生或是以前可能不看漫画的人都会慢慢把他拉进来。他把漫画开了一条新的线，就是本来在台湾以前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一样，就认为漫画是小孩子看的事情。那比较对啊，而且如果不跨到圈里面去，你很难跟他去讨论哪些作品很有内涵。对，因为那个，而且他又隔了一层，那是国外的东西，所以很难去把这个东西向圈外推。可是这样的东西，像刚讲，像这样子的作品出来之后，你光看就知道它好像不太一样。那所以圈外的人他就慢慢开始多了一种视角，是如果我今天不是把它当成漫画看，而是它是另外一种展现的形式。这件事情开始变成大家的知觉，那就有一些本来不是我们讲 ACG 圈或者这种喜欢看漫画的读者，他也有机会被接引到这样子一个轨道里面来，那就开始有能量进来之后，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气嘛，有人气的地方它就会活络，就比较容易开始慢慢去运转发生这样的事情。不然在这之前，大家一直在讲，就是可能国内漫画市场、漫画产业冰河期非常久。我们在想到冰河期什么时候结束？对。然后据我所知，是因为在这10年之间，就是台湾的漫画其实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转变。听得到吗？两位听得到吗？听得到，有。因为我看你们的表情，就好像在要很用心听讲，听得到的感觉。没有，我们要认真听你讲什么。所以就是在这10年间，就是除了原本的传统漫画的形式的作品之外呢，然后我们台湾也是有了图文的漫画，就是从弯弯早期的开始到不断有新的作者，沙拿、马克、丹田全部出现之后，然后这个是变成一个新的发展，然后之后也因为条漫的出现。台湾也是有了一些漫画平台，所以两位对这个方面的转变有什么看法？就是对于所谓的图文形式的作品的出现跟条漫的出现，它会不会对台湾漫画的整个创作的业界或者市场有一定的帮助？然后会不会把整个业界带进到另外一个时期呢？图文是另外一条线，就是说，因为早期我们不会把这样老师们创作的这样的作品看成图文书，所以图文它其实是，如果刚讲的像弯弯的话，它从整个结果来看，比较接近是刚刚讲那个往外圈的人，他对图像这件事情的亲切感，因为这些人的创作而提升，但不等于他一定会跳进来看漫画。可是他对图这件事比较没有那么陌生，就像喜欢 Hello Kitty 的人不一定会去看漫画的意思，就对了。对了，对。所以在刚讲的那个脉络里面，其实他其实比较接到的是台湾现在有一个已经很成熟的生态系，叫做图文创作。
它可以是从最简单的你就做出版什么东西开始，但你也可以到后来变成类似像微动画啊、出书啊，然后你的角色直接拉出来啊，然后你去经营你的角色 IP 啊，它这个现在已经是我们这样形容，它是并行在台湾的漫画产业外的另外一条轴线。对，他们有的时候会连接在一起，比方说可能会有合作，或者有一些创作者老师他是两个领域里面他都做。但其实，在台湾现在的生态来看，他们是分开的2条线。那分开这2条线，图文的这条线其实就拉到刚讲的，从弯弯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在累积了这些能量，然后发展出来变成这样。那整体来说，因为其实大家都算是一个广泛的圈子里的人，所以这个东西一热起来，绝对对其他跟你相近的这个产业是会有帮助的，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比较难拉近到传统漫画这一块啦，就是毕竟图文作家跟我们一般像我这种传统的作家就会，其实也不能说分众，但是其实会有一条线会蛮清楚说，就像比如说支持图文的那一批人，但是他不一定会有那个耐心去看完那么多的连环漫画。对，就是等于说那个，我觉得他们是因为，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表现方式不同，所以变成吸引到的读者也会有一点点不同。对，但是我们可以总归说，这都是漫画的一种这样子。对。那条漫的家，你说，老师说，你刚好就是说条漫呢？对，条漫是我记得是应该是5年前，差不多5、6年前进来台湾。进台湾。对，大概5、6年前，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台湾不是有个 Comico 吗？其实那时候刚好对，因为最早进来台湾应该是 Live Overton， 然后再来就是 Comico 成立。我那时候是去 Comico 那边做连载，那才知道说有条漫这个阅读方式，但是这个在韩国可能已经发展10几年有了啦。对，那其实他们已经带来一个成熟的东西进来台湾。所以变成台湾的漫画家就更压迫，因为本来有一群支持台湾的，但是后来又有一群支持韩国漫画，然后又再切一刀，然后我们又被中间又搅在一起。当然怎么讲，其实多平台或是多条漫这种东西，其实对作者来讲，对创作者来讲是好的啦，因为。其实平台越多，再来就是靠谁能力强而已啊。其实并不是说大家，我刚刚讲只是开玩笑说为什么大家会喜欢韩国或者什么，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那一套说故事，他们已经说了10几年了，已经是很成熟了。对，丢进来，那我们才刚开始要学条漫怎么画，就是又跟以前台湾在学日本一样，对，所以永远会跟不上别人。也不是说我们不会讲故事，而是说我们正在学，但是他们家已经丢一个成熟的东西进来，所以你很难去马上说去跟人家打架打得赢这样子。所以这个可能必须要再过个50年、20年，看看再慢慢就大家已经熟悉这种东西，有可能是开始可以变成说平起平坐这样子。条漫这件事情，我的理解是这样，从结论来说。它对于大家重视漫画产业是很有帮助的，但这个话要绕远一点讲，就是说条漫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韩国人他一直在研究到底要怎么样在日本人他定义好的在战场里面打赢他，所以他到后来他就想说，那有没有你还没有处理到的事情，而是我可以去做的？那这不知道到底是机缘还是怎么样，他们后来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日本人没有用。就是手机是阅读的形式，可是我说的是漫画本身里面，他们其实条漫的本质是它重新定义了页漫里面那个间白。什么叫间白？就是这个格子跟格子中间的这个白色的地方。这件事情，它以前在日本漫画里面的使用的机会是很少的。比方早期松永之虫会让那个人物破，对，然后或者少女漫会切一半，然后他在旁边写一些其他的东西。可是像这样子的，对，不然就是做破格。可是这个东西其实在日漫里面，它一直不是很重要，甚至它连物件都不是。可是对条漫来讲，他们的模式不太一样。大家会看到条漫那个刷的感觉，其实有时候很像那个浮水印，
就它的底是不太变的，或者它的底是一个大都是黑，对，然后你直接这样刷，然后它有一个很特殊的表现方式是你的人会压在那个东西的上面，而你在讲对白的时候，不见得你会吹出这个泡泡，他会直接把对白写在背景里面，对。可是那这样的技法，它会造成一个很特别的读者的体验是什么？是我感觉你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心声，因为你画框的时候都是角色在心声，那这就造成条漫非常适合演内心戏。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条漫一开始在红的时候，大概是两种东西居多，而且其中一个韩国人特别会处理，叫鬼片。对，他就一开始条漫之所以大家觉得开始接受或关注到他，是因为他们发展出这个模式之后，他用它来演鬼戏，他光就是一个人去在月台上遇到那个女鬼，然后到后来他还放了一个 GIF 的图，他会动，那个手从黑暗伸出来，哇，那个真的吓死人。所以大家开始关注到这个新的形式了。那他们从这个角度突破了，就是日本人没有定义过的事情，然后重新再放进来。那再回到刚光明老师所说的，就是说，可是这个东西哦，它对于已经习惯日漫逻辑的人来讲，反而不容易去发挥，因为在讲东西的节奏不一样，而且你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它的专长。条漫是一个它的适应属性特别清楚的事情，它不适合演动作戏，它没有办法在里面打七龙珠，不可能放在里面演出来，所以它会把东西拆散演很久。那你的读者的专注力其实不见得可以维持这么久，所以记忆性就会低，记忆性低，塑造角色就不容易。所以它的适性其实它大概就适合以内心戏发散出去。刚刚讲一个是鬼，另外一个是任何跟情感有关的都可以，因为它会非常强调内心戏。对，那我们把这几点搞清楚之后，可以回来讲刚的事，就是说，那为什么条漫道它会让大家去重视漫画产业？因为如果你今天整个东西读完，你只记得它的情节，而没有办法透过明确的记忆，我去把角色的情感培养出来，我去把大事件的那个东西前后记得很清楚，单位性都不明确，我只剩下故事的时候，那这个故事反而它可以透过跟其他产业合作来增强你对它的印象。所以大家看条漫是怎么做的？韩国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故事出来了，有没有像以前这么红的某个什么日本漫画的角色？没有。可是他把这个吸引人的故事粘合到我用影视产业来顶它。对，然后他找一个明星去填补这个角色该有的效应，让大家记得他。所以明星代替以前在日本漫画里面的那个很红的角色，他再出来削一波。所以把它顶上来之后，大家突然其他产业发现其实条漫它可以当作是一种内容产生机，对，或在这条轴线里面，它可以产生出非常有趣的故事。那这个图其实只是让它被接生过来，那这如果里面真的有角色红起来，那很好，大家乐观其成。但其实从本质上来说，不太容易复制像以前日本漫画那样子，每个都靠角色出来让你记得他们。所以它是一个情节取向的事情。其实条漫有点像，就是他们还没开拍电影之前，先请人家画分镜脚本的意思。对，可是但是它里面还是会有角色个性，还是会有，它已经帮你建构好，就是男主角什么时候该出现，然后女主角什么时候会相遇，然后有哪些配角，他已经帮你做好这些分镜脚本。而且重点是，他这些脚本，因为刚讲了，他有一些不适合演的东西，所以到最后条漫里呈现的东西，结果都好适合拍成电视剧，因为它有很多空间可以去做，然后而且它那些太多我们讲的都太复杂的东西，它其实也不容易演。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件事就我觉得这个条漫一定是未来大家必须要去做重视的事情。可是各个国家怎么就像韩国怎么去处理日本定义好的事情一样，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思考说，那韩国定义的事情是，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那以它现在本身的特性来说，大家可以去想一件事，我们在看条漫的时候，其实看到后来，很常已经忘记前，就你整个在推嘛，因为我们在数位阅读的时候，资讯单位是不明确的，就是你花脸书花一天，它不太像我们以前读书一本，我还记得哪一集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当这些印象全部模糊的时候，
它是以情节去取胜。那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办法解决？目前还不知道，因为研究的人不多。可能韩国人自己有研究，但是外国人要去了解这件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困难。但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是，在这个形式里面，还有什么是可以做的，对啊。可是我觉得以一个创作者来讲，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用去想说那个界面的问题啦。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说怎么去说好故事这件事比较重要。因为其实平台那个，我觉得就交给那些科技人或是很会写软体的人，但是我觉得从他们最后还是最终回归还是说你说了什么故事，让他觉得说大家想要看这样子。对啊，对。就他现在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当今天人家是无限制在卷动的时候，那你把控他阅读你故事的节奏感就会更困难。这个是他比较高难度的地方，所以像有一些比较折中的处理方式，就你以为你在看条漫，但其实他给你看的比较像是很多个四格的组合起来，就是他有那种大格子。对，它比较像是。好像现在我们刚刚有提到影视改编这一块嘛，所以我们这边想问一下光明老师，就是因为你在影视改编那边，你已经有2部作品是被改成电视剧嘛，所以你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一块的经验吗？就是在授权到可能影视制作公司那边去改编电视剧，而整个过程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学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或者是不一样的经验之类的。因为这种授权或者是这种合作的经验不是每一个漫画家都会有机会的，所以这方面看老师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些怎样漫画去到电视剧的整个过程的一些心得啊，或者是在一些剧情上的处理啊，或者是在改编上的一些处理啊。我觉得我比较幸运是说，刚好我那时候，我觉得我东华春地法庭那时候会改编成戏剧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不知道各位马来西亚读者不知道台湾有个导演叫吴念真导演啊，知道，很有名的。对，然后我那时候刚就是出完那个东华春理法庭的时候，那时候我跟编辑很不要脸的说，我想请吴念真导演帮我做推荐。我觉得这是改变我一生很重要的一个命运，因为吴念真本身，因为我那时候画完《东华春》，我很清楚我的漫画的故事的内容。当然就是第一个，这当然就比较台湾在地。然后我觉得，就算找赖有贤推荐，或是找郑问老师推荐，好像都怪怪的，因为我讲的就是好台湾人民生活的故事。那请他们去推荐，我觉得有点怪。那我那时候脑筋我不晓得被鬼打到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就突然想到说吴念真导演，那我那时候就要求那个编辑跟我说，可不可以求你帮我试试看，去找吴念真导演。结果吴念真一看的时候，他就赶快打电话来说，这个版权卖出去没有，他想要拍。对啊，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是新人，我那时候签约没有签好，所以各位同学如果要签约要很注意。因为我那时候签约的主导权不在我这边，所以变成说是出版社他愿意给谁就给谁，不是我愿意给谁。但是因为那时候那个出版社跟另外一个制作人叫王伟忠的，应该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文哥，对，就是比较认识，所以等于说他直接就授权到王伟忠那边去拍，然后就请拍台湾以前有一个连续剧叫光阴的故事的导演叫蔡东文去当导演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我是第一次授权不过那时候有吃亏到，就是因为我签的合约对作家不是很有利，所以我那时候授权已经就东扣西扣到我这边就没有剩没多少。然后在改编过程，其实老实讲，那个年代其实对于原作者并不是那么的，也不能说不尊重，但是因为连续剧有它的语法，它跟漫画不一样，所以它那时候变成我一本漫画，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做成一部电影刚刚好，或是一个影集一集刚刚好，或是顶多2集好了啦，因为我内容不多，但是他那时候台湾的形态是要拍很长篇的连续剧才能赚得到钱。
拍40多集，所以他拍了40集。这是加了，而且你才1本，对不对？对，我才1本。所以他你看他里面填多少东西进去，那个是我无法去阻止，或者是我无法去介入的。因为老实讲，因为那时候台湾流行那些小三的戏，就你抢我老公，啪啪啪，那个打越多下，收视率就越好。可是他那时候就加入那些元素进去，乡土剧元素。对，但是我无法去阻止这件事。虽然东华村里面不是这样子的走向，对，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改编但是那个时候就自己也要去怎么讲，我自己要去调试心情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说，你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因为对他们电视台来讲，有收益才是主要目的，而不是说那个原创多么的。对，那到第2次用酒，可能是几年后，2012是东华村嘛，然后2017还是2018才是用酒。对，那这一次我觉得整个台湾的环境好像对漫画创作者好一点点，就是制作人或是什么就会比较去问漫画家意见这一块，然后他会问说你想要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他们会用这个方式去找适合你的导演，就像他找了一个高品权导演，他以前有拍一个电影叫《爱的面包魂》，那个讲的就是一个外国面包厨师跟台湾的本土厨师，哪一种面包才是好的？其实那个就是有点在讲本土的故事。那我觉得，它调性其实跟我本身就已经蛮合的。然后之后又找了一个曾荫庭导演，他导的戏也是比较属于台湾本土的那一种戏。那刚好这2个导演就跟我就很对位然后又找编剧，刚好跟我也刚好就很合拍。所以等于说，当他在理所有的故事的中心的大纲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起讨论的。他先分集分出来，然后去觉得说，我第1集想这样演，第2集这样子 O 不 OK？ 那对于漫画里面没有演到的东西，那他们也会想办法从影视，等于说找编剧的时候，他们会重新去书写补完漫画没有讲的东西，这样子，对。但是他们不会说歪到一边，比如说小三就出现因为那不是用酒要讲的，对，所以我们说编剧刚好，我觉得这一次蛮幸运，就遇到这些人这样。因为这2部剧都有在马来西亚有播出，是的，对，2部都有，但是之前那一部就比较久一点，然后用酒就是在去年有在那个收费电视台那边有播。你们那边有播哟？对，收费电视台。所以那时候老师，你的去年开始在大众社区都能找得到你的书。是哦。对，用酒都有，用酒有。收视率还好吗？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这个是我们得不到的资讯。因为它是收费电视台呢，它是在那个，所以它是肯定会有一定的支持者在看的，因为都是订阅的嘛。像 Netflix 那样。对，它像 Netflix 这样，但是它也是很多的不同的频道然后就好像有一个频道我们叫欢喜台的，欢喜台就是福建台，就是闽南语的节目闽南语的电视剧，就是你们的乡土剧，在马来西亚为什么这样红，就是因为这个电视台。所以还是被当乡土剧的。我们这边很流行那个的，就是包括我妈妈都每天都在看，就是老人家都是在看这个台湾乡土剧的，所以我们蛮熟悉的。就是那些好人变坏人，坏人变好人，变来变去，其实是也还没有结局的。连脸都可以变。对啊。还不错了。我接下来是想要问问2位老师，就是因为现在台湾其实整个漫画的情况是已经去到一个我个人认为啦，去到一个蛮特别的状况。而且这几年台湾政府对整个漫画的环境的帮忙，应该不帮忙了，补助
或者是一些协助方面都比以前的力度大了很多。包括是我们这些我们这些外国人看了都非常羡慕。尤其是你这个郑丽君部长卸任的时候，我们讲哇很可惜。所以两位认为这几年间，其实在整个台湾漫画的情况是有了什么转变，然后接下来会走向怎样的趋势？我觉得台湾近几年可能有看到很多韩国的成功案例，所以台湾我觉得他有点想要去复制韩国那一块，就是尽量去推漫画 IP 改编成戏剧这一块。那我觉得他们的想法，我觉得是也不是说因为台湾漫画很强或者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应该就是尽量先从影视方面帮所有的民众把台湾漫画提升。因为在台湾的影视，应该各国的影视应该都是，如果以排序来讲，应该都是比较属于高端的这一块，因为那个是普及率最多的一个媒体嘛。那漫画其实，在台湾其实一直都是属于食物链比较低的那一块，很少被注意。对，很少被注意。那是近几年可能政府有在去。可能部长就会拿一本漫画说，他最近在看什么漫画。其实从这些官员或是从这些有名的名人去帮我们做一些形象。那如果说之后如果再多几个影视去做漫画的改编，那我觉得他们的企图心应该是先帮漫画做一个过来，就是帮他提升的一个形象的动作，重新定位它。对，然后之后也许可能就可以彼此相辅相成，这样子上去，这样子，我的想法应该是这样，未来的规划。我的观察是，政府这几年对这个领域里面的重视，其实当然漫画家本身感受是很深，就是说像刚讲有政策辅导金，有什么可以去申请，可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觉得也很值得关注，就是说。它其实会让很多想要画漫画的人开始会投入进来，或者至少他不会那么害怕我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会有一个开始的理由或开始的机会。那这件事情往后去延伸，其实可以看到的是，我觉得台湾之后会变成是一个我们曾经是画风全部都往日本式去靠齐的一个地方，但以后应该这件事情会越来越淡，就是说我们会发展出自己更多的不同的风格，因为现在有政府他给你一些资源，虽然不是很多，但你去投入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它会让你被大家给看到，或者说你至少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好像觉得都得不到任何的资源。所以当这些不同的年轻创作者开始投入到里头，而且用自己的方式去展现的时候，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用自己的这个社群媒体啊或什么在经营你的市场。所以你想画图文的画图文，你想继续画日系的画日系，或者你现在用不同的方式去做的时候，这件事情反而比以前刚讲的80年代在做这种各自的风格去展现来讲，它因为有更容易被大家看到的机会，因为有政府在后头，它给你一些帮助，其实真的就是帮助。那帮助到后来，你这个东西它可以被改进，然后成为大家能去阅读的选项。这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因为以前我们刚讲的那些什么欢乐新奇的期刊，它到后来其实很多作品在刊物停掉之后，它也没有出成单行本，对，就大家都看不到，所以很多那种什么传说中的啦，或者那种这种海内孤本啊，就大家都不太理解到底它长什么样。但这件事情在台湾目前已经不会再去重蹈覆辙，至少大部分有兴趣去投入去参与的，他的作品可以被留下来。那这些东西慢慢在铺洒出来的时候，会让后头的人开始知道，原来我有很多的事情在这个领域是可以做。所以如果问的是台湾以后，我觉得它会变成什么样？我觉得它会变成是一个很多分众，但是大家其实彼此之间并不是互相排挤的一个状况。你各自的风格去展现出来，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各自的风格都有读者，这件事情才重要。我觉得未来的倾向应该不会像以前的那种大堆头在一直追的东西，对，不会是一个
就是不会像以前成品这种一出来，然后大家都去成品。现在慢慢可能会慢慢有很多独立书店，或是独立就是有点独立漫画家，但是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固定的读者，那这些固定读者就够养这个作家，对，你就可以一直创作。对读者来说，现在所有的创作风格都是他可以选择的菜色。对。现在的态度很明确是这个样子。那它的过渡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刚讲说，我们这些CCC 啊或者什么，大家对台湾的创作开始接受之后，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所以以前看到那种你长得不像日本漫画的那个感觉，现在在淡掉，对，一直在消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我觉得再过个10年，应该不用那么久了，好久啊，没有说那个。我说那个日本殖民，现在那个文化殖民还在了，那个我觉得很难剔除掉。加上现在也有韩国的东西进来，我觉得可能要到我们的下一代，就有可能慢慢在，就是如果持续台湾漫画有一直持续这样子的发展下去的话，才慢慢就是可以走出自己的一个方向，对，就是平台出来这样子。对。可是这里头其实有一颗小小的地雷。就是当读者开始对于你的各种风格都能接受的时候，那他就会更加去检视你给他的东西到底精不精彩。对，就是你要怎么画我都可以接受。可是我在看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视野就会很集中在，比方讲 ，OK， 你今天不走日系，他就预设，那你可能你要给我什么地方的满足？比方讲你的个人风格吗？或者你在讲东西的时候很有特色吗？那这件事情。其实以后会变成作家可能会遇到的考验，就是虽然作者虽然读者全部都是会看你东西精不精彩，可是当他的口味全开，他觉得你给他什么他都愿意试试看的时候，其实从结果来讲反而会变得更严苛。对。